欢迎来到盼望之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为什么存在？宇宙是怎么来的？生命是如何出现的？如果一切都是偶然，那为什么宇宙如此有序，生命如此精妙？今天我们不带任何预设，来一起探索这个问题：上帝真的存在吗？如果它存在，这对我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？科学家普遍认为，宇宙起源于大爆炸。但问题是，大爆炸之前是什么？是什么导致它发生？如果宇宙是随机形成的，为什么它如此精确？宇宙中的物理定律精准得不可思议，引力、光速、电磁力等常数，如果稍有偏差，宇宙就不会存在。地球的环境刚刚好适合生命，稍微改变一点点，生命就无法生存。这真的只是巧合吗？如果你走进一间房间，发现桌上有一杯热腾腾的咖啡，你会觉得是随机发生的吗？还是会想，一定有人刚刚在这里？同样的，宇宙的精准度是否意味着有一位创造者？所有生物的基因信息都存储在 DNA 里，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代码，类似于计算机程序。但有趣的是， DNA 的复杂程度远超任何人类编写的代码，它不是一串随机排列的字母，而是一个精确的信息系统。进化论可以解释生物的适应性变化，但它无法解释生命最初是如何诞生的。如果你在沙滩上看到一行字，欢迎来到这里，你不会觉得是海浪随机冲刷出来的，而会知道一定有人写了它。同样， DNA 也是一套信息系统，比人类最先进的软件还复杂。这真的只是进化的巧合吗？还是背后有一个智慧的创造者？人类天生有道德感。我们知道，欺骗、偷窃、谋杀是不对的，但动物不会有这种道德判断。如果世界上没有神，道德不过是生存策略，那么为什么人类会为了道德牺牲自己的利益？为什么即使没有法律，我们仍然会觉得某些事情本质上就是错误的？这些问题让许多哲学家思考，道德感从哪里来？是不是有一位超越人类的道德源头，把对错的标准放在了我们的心里？如果这一切不是偶然，而是有一位创造者精心设计的，那么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为什么要创造你？许多人都有类似的问题。如果神真的存在，那他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创造我，是不是为了限制我？如果他真的爱人，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苦难？这些问题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答案。很多人觉得，如果有神，他一定是遥远的、高高在上的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不仅仅是创造宇宙的神，他更是爱你的神。他创造你，不是为了让你遵守一堆宗教规条，而是为了让你活出真正的意义和自由。圣经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意味着，上帝不仅仅创造了宇宙，他还主动来寻找你，向你展示他的爱。你可能会想，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吗？其实，很多人都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。我曾经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，是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。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神，一切都是随机的。但正因为这样，我一度感到深深的绝望。
如果世界真的只是偶然的产物，如果一切最终都会随着时间而消逝，那我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无论多么努力，最终都会化为虚无。这样的想法让我困惑，也让我在内心深处感到空虚。但是，当我真正开始去认识神，我发现信仰不仅仅是理论，而是可以经历的真实关系。当我认识他，他改变了我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疑问，你不需要盲目信，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尝试，读一读圣经。我推荐你从约翰福音开始，约翰福音里详细记录了耶稣的言行，你会发现他所讲述的生命意义和你正在寻找的答案是相通的。试着向神祷告，哪怕只是说上帝，如果你是真的，请让我认识你。和一些基督徒聊聊，听听他们的故事，看看他们的信仰是否真实。圣经说，寻找的就寻见。你愿意试试看吗？今天我们从宇宙的起源、生命的复杂性、人类的道德意识3个角度思考了上帝是否存在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他真的存在，你是否愿意认识他？你的这些疑问，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答案。这不是一个要你立刻相信的结论，而是一个邀请去寻找、去探索，看看你是否能找到他的痕迹。感谢你收看《盼望之泉》。如果这个节目让你有所思考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让更多人听见这个信息。我们下期再见。